现在中国大陆房价下跌引发的一系列带给原来业主的影响非常巨大，远不是说把房子还给银行，这房子我不要了啊，之前的本金利息也都不要了这么简单的。那有的业主受到这个牵连，出门都寸步难行啊，也有业主去开发商去拉横幅维权，甚至发出威胁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大陆楼市下跌带来的家庭悲剧和巨大影响。有人也还提出说这个楼盘降价就是一个市场行为，说去闹事儿的都是巨婴。那么我也会聊聊，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吗？为什么 A 股退市大家不去闹？为什么房价一跌大家都要去闹？我们先来听听下面这位北京燕郊业主怎么说。我的房子从300万降到170万，我断供了，第8个月就被法拍了。看见我家门上贴的条了吧？我这个房子目前已经被法拍了，而且法拍的价格让我难以接受。这个房子是2018年买的，当时在燕郊买，算是站在最高的地方了，最高点。当时就觉得孩子也出生了，然后就想找个房子稳定下来，安定下来，孩子也好上学。我们这个房价买的时候是100平方，花了300万。当时燕郊的房价呢，可以说我们这还是性价比比较高一点，因为离地铁口远，到地铁口1.7公里，就是进地铁口的那些房子一般都在3万5，好一点的改善楼盘都在4万朝上。所以说当时买3万1平方的单价感觉还是挺划算的。这个是入户门进来就看到餐厅，然后前面这个就是客厅，然后后面这里就是厨房，厨房放了橱柜、洗碗机，上面就是燃气灶、油烟机。这个柜子说真的我也没怎么用过，从来没有用过，上面什么都没有放。然后你看这个贴纸还没有撕掉，那吊柜的话我嘎心，从来没用。然后下面是一个感应灯，手扫一下就亮了，就晚上不用开灯，在这洗个水果什么的特别的方便。然后外面呢就是客厅和餐厅。这个房子我们还是挺喜欢的。为什么要卖房呢？原因很扎心，就是我们夫妻俩都失业了，然后房价也跌得特别的离谱，从300万降到了170万。就我们燕郊这边的房价呢，基本上现在1万7一平的大把。当时就想我房子大不了不要了，银行收走就行了，房子重新还给你，然后反正首付款都已经亏没了。当时抢房非常厉害，我们首付款交了50%，掏了150万，才抢到房子，然后剩下150万办的房贷，每个月还8000。我老公之前是做 IT 的，一个月有2万，我呢上班一个月也有8000，再加上年终奖什么的，一年40万。但是呢，他22年的时候就被裁掉了，然后22年裁掉，感觉天都塌了。也是6年的老员工了，然后就被裁掉了。到23年的时候我也失业了，然后22年他失业之后就把房子挂上去了。当时就想着尽快卖掉，当时挂了250万，因为300万买的房子，300万买的就是300万买的房子，装修花了30万，也就是说330万。所以呢，我们当时挂的比较高吧，中介说让我们挂到200万，可能容易成交。今年的行情就又往下面走了。然后呢，我们本来想着房子还给银行就行了，没想到这个房价一直下滑，而且银行把房子收走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的是让我万没想到。第8个月，我们的房子就被收走拍卖了。首先呢，就是我跟孩子爸都上了征信的黑名单，也就是以后贷款买车买房肯定是贷款不了了。还有就是我们也不能坐高铁飞机，就限制了高消费。可以说是出门寸步难行呀。然后孩子呢上学，我担心会对他上学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呢就是我最担心的事情。事情还远远没有完，因为我们这个房子被法拍了，中间还有什么律师费、诉讼费、违约金之类的，大概15万左右。而且我们这个房子成交价呢是市场价的基本上7折左右。法拍价比较低，所以说最终我们法拍了120万成交的，119万挂上去，然后只加了1万块钱就成交了。所以说呢，也就是我们卖了这个房子还不够还银行的贷款。我们当时贷款150万，现在还了还有130多万的房贷本金，卖120万根本就不够还剩余的房贷。
这中间还有10多万的差额，并且我们150万的首付款已经亏没了，再加上我们这些年还的房贷的利息也都不说了，全部都打了水漂。一年的话还9万6，将近10万块钱，然后还了18年到现在6年的时间，就是60万，差不多有将近50万是利息，这也打了水漂。还有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房回去没法跟父母交差，当时首付款父母还出了一部分，我们这个房子呢卖的完全都是不够还银行的贷款，这个结局真的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就粗略算一下，他这套房子亏的钱有多少哈？首先是150万的首付，加上10万要付给银行的差价，50万已经付出去的利息，15万的律师费，总共加起来啊，他房子没了，还亏掉了总共225万。不过呀，其实我觉得他算的还不对哈，他应该还是算少了，不止225万呢。一套300万的房子，在房价降到120万之后，这所有的损失都是由业主承担的。也就是说啊，他首先损失了房价的180万，再加上律师和诉讼的150万和已经付出去的50万利息，这样算下来实际上是亏损了245万。也就是说，一套300万房子降到120万之后，居然能让业主损失足足245万。对，如果不是这么给大家细算一下这么一笔账，是不是大家想象不到有这么多钱？是不是？而且我听的都好心疼啊，就感觉你看，可能夫妻俩奋斗了10多年，然后攒的钱就是辛辛苦苦，然后就白打水漂了，一夜之间就全没了。就刚刚听的我都鼻子泛酸，都有点想哭了。而且不止如此啊，这业主夫妻2人现在都上了法拍的名单、征信的黑名单，然后他们以后贷款买房买车，甚至坐飞机高铁都会受到限制，会极大影响他们的生活呀。对呀，你想人家根本就不是什么老赖，都是安安本本的、安居乐业的奋斗的老百姓。对呀，就是安安稳稳的。就被一套300万的房子就搞这么惨。放在10年前，谁敢想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对，而且我听这女生说，他们是2017年买的房子嘛，基本上是最高点。最高点，北京的房价2017年也是最高点。那个时候确实感觉市场啊，然后人们的生活呀，还有就业啊，确实感觉欣欣向荣。周围很多年轻人讨论都是什么融资啊、上市啊，就感觉好像经济一片大好。确实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很难想到一下就会就是急剧的往下这样下滑。这也是为什么你看高房价买房的这些老业主，他在高开发商尾盘促销的时候，大家就这个时候极其的愤怒，搞起了所谓的维权哈。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3段视频哈。我的妈呀！观江月的，中海观江月的小孙，我的妈呀！站在维权了，妈呀！天哪！这吵的啥？封盘了，不给卖了，不给砸盘了。你有什么资格检查我的后备箱？有没有资格检查我后备箱？我就不给你看，不给进是自己是这里面的业主，然后现在的话还要带客户，到底是站在哪边？哇，小孙百万，给他们中介兄弟拍，把你们所有个楼栋的业主群里面给我发。我的妈，快点！那我现在就要回家把我那个电视搬到车上，为什么不给我进？自己家不给进，自己家都不给进了。我的妈，自己家都不给进了。不让人家看房，他怕他最后看房。这条业主也是中介。我也是中海的业主，这是我当年买的房子，我现在也想跳楼。兄弟们，天塌了！中海的业主要跳楼，我们来看一下视频。现场消防车、消防员都过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次中海降价，单价2万2，而很多老业主之前是单价3万7买的，很多业主接受不了。
从昨天的堵门事件到今天的跳楼事件，无不反映着前几年业主买房的辛酸。房子刚入住已经降价100多万，很多人完全接受不了。那么热的天，业主自发维权。其实我也是中海业主，我也挺心酸的。刚才大家看到的这3段视频，分别是2个项目，一个是在广州的，一个是在中国江苏南京的江北新区的一个房地产项目。我重点说后面这个项目，后面这个项目叫中海观江悦，位于江北核心区，在南京旁边啊，就是青奥体育公园。这后面2段视频中的男性啊，据说都既是中介也是业主。他们2个当年做中介的时候都坚信这个房子值得买啊，所以也亲自做了业主。那现在的房价从3.6万降到了2.2万啊，心是哗哗的在滴血啊，就上演了刚才视频中阻拦开发商低价轻尾盘的闹剧啊，就是不允许开发商按照降价后的价格2.2万来卖房，而且还堵在地下车库的入口，怀疑开发商把买家放在后备箱里面，偷偷运到楼里面去看房。这就说明2个问题哈，一个是你看他作为之前的中介，显然有一些内部人哈，知道那些内部消息，知道开发商可能会玩这种伎俩哈，就你不是不让我明着卖吗？哎，开发商呢，那我就偷偷的卖。第二个就这房价确实是已经感觉降到位了，甚至偏低。你看，一般来说，你买个几百万的东西，谁会让买家屈尊藏到后备箱里呢？可咱们这个项目的开发商就做到了，买家他就宁可躲在后备箱里，也要去看房啊，去买这么一个几百万的东西，说明在这个新的买家心里啊，这个房价确实是便宜到位了。我查了一下这个项目的资料，应该说啊，地理位置还是比较优越的。南京一直都属于准2线城市，它虽然是一个省会城市，但是经济不如苏州发达，所以房价也比苏州要低。这个观江悦项目均价达到了3.6万左右，最开始开盘的时候已经属于比较高档的，属于南京价格比较高的楼盘。这个楼盘附近呢有3个地铁啊，但最近的也有1公里。旁边有一个抱青谷青奥体育公园啊，环境不错。我看了一下这个户型设计啊，是板楼结构，南北通透，也非常合理，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户型。你看这个142平的户型设计的非常合理，几乎没有什么面积浪费。小区的绿化面积有30%左右，一共15栋楼，总户数1300多户。总而言之，是一个还比较优质的楼盘。在2022年首期开盘的时候，带装修的房源的销售均价是3.6万每平米。但是时间来到了2025年的5月中旬，开发商中海地产将售价大幅下调到2.3平米到2.2平米左右啊，降幅接近40%，并且赠送车位，从3.6万7亿降到2.2万，这降幅高达40%几。这么优质的一个项目啊，100多平的房子不到300万就能搞定，确实很诱人啊。截止5月23号，这个项目在5月份啊已经销售了178套房源，那销售的是相当快。目前这个房源就剩下200套了，开发商正在积极的清盘，以现在这个价格，估计很快就会清盘。这次降价就导致部分业主出现了很大的亏损。如果说业主撑得过去，能熬它个10年8年，等房价涨回去，那心理上还稍微好受一点。但是如果因为失业啊等各种原因撑不下去了，就像刚才片头第1段视频里面，那已经让大家见识到了，如果房价不跌或者是微跌，那么在业主失业的时候，就可以轻松的把房子卖掉，是吧？不会有太多的损失，也不会上什么征信的黑名单。可是如果大跌的话，你把房子卖了都不行，你说我不要这个房子都不行。就你走到了法拍那一步的话，导致后面就会有一系列严重后果和巨大的亏损，后果是极为凄惨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房价大幅下跌，的确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社会问题，一些家庭的悲剧。稳房价它确实也是维稳的一部分啊。像中海这次大幅降价，就会让一些撑不下去的业主，如果他想卖房子的时候，那只能参考大幅降价之后的价位。这些业主在卖二手房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跟着降价，就会重蹈第1段视频中那位业主的覆辙。所以这些老业主是极为担心的啊，就发起了维权行动。那有朋友可能会说呀，你这个降价趋势也不是他们一个维权就能阻挡呢。市场上这个楼盘二手房的价格是多少？那是市场定的价呀。现在开发商啊想2.2万清盘，也就意味着市场就是这个价格嘛。那其实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因为开发商他想急于清盘，快速的回笼资金，那他们这个清盘价肯定是低于现在这个老业主。二手房假如说现在卖啊，还能卖个2.8万，哎，他直接开发商把新房给搞到2.2万了。那你说买家肯定就去买新房了，谁还买二手的呀？对，而且会把潜在买家的心理这个预期进一步降低，还会把现在市场上就要出手的这些买家都给消化掉。也就意味着现在的老业主如果撑不下去了，想卖房就得跟着开发商的节奏走，大幅降价。
老业主手里的现在已经成为二手房了，那意味着比开发商价钱还得低呀，那就意味着比40%还要低，那就接近腰斩了嘛。所以在国内啊，如果买到一个无法承受的房子，走到法拍这一步，那真的是要把血都给榨干了。而且有的时候还不仅是自己的血，因为你想3.6万的房子跌到2.2万，1平米就跌1.4万，100平米就跌了140万啊！你说就算是30岁的夫妻买房，工作个大概7、8年，20岁毕业，2个人也攒不出这么多钱。中国很多这个年轻人，包括中年人，其实都是掏空6个钱包在买房，不仅自己的血，自己父母的血都吐出去了。是。哎呀，刚才看的那几个视频，业主都是比较惨的哈。我们接下来看一位相对来说幸运一点的，他们的损失少一点，结局还没那么惨。当然也是因为这个业主啊，算是果断大幅降价出手，减少了一些损失。我们来看看他卖房哭泣的感受。肯定是有感情，一说卖就不舍。房价从300多万降到100多万，老公决定卖房了。这套房子是当时为了孩子上学负债100万买的，月供5000块，贷款30年。如今孩子即将中考，老公的想法是不管未来上什么学，都坚持让他住校。这房子于我们而言也算完成了使命。当下我失业13个月，老公一个人挣钱养家，还要背负房贷的压力，最终还是决定卖房。你怎么想的？没想住一辈子，当时也没想着卖。当时不是也为他买的时候也从来没考虑过想卖这个事儿。当时不是为他上学使吗？上完学不卖这种瓦使，又不是没地儿住。住了10年就跟养一个孩子一样，肯定是有感情，一说卖就不舍。都换仨车了，我也没见你哭啊。这房跟车能一样，肯定不舍。有啥不一样？到这都一样。当时他要没有他，还不上这儿买去呢，没有他还不买房了。那买的时候也没想着说什么时候就得卖。你搁我那意思，那是价值最高的时候就卖。这天弄一个不赔钱也不挣钱，反正上完学了还不干嘛使？不回家住，老在这儿住。看完这段视频，我也是非常理解这位女业主的情感。就为什么说房子住了10年之后就跟养一个孩子一样呢？因为你想，这房子的每个角落，小区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这10年的美好回忆。住了10年的房子，一定也会在房子里花费了不少心血，用于布置啊、装扮、打理。而且生活10年，会在这里形成很多习惯性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去哪儿买菜、去哪儿逛街、到哪吃饭，是吧？那他们现在要换一个新的环境，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体验和心情，但是改变这种习惯会让一些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产生一些抵触和不适应。尤其是当新的这个如果环境又没有老的环境更为便利的话，那种怀念的感觉就更强烈了。房子往往意味着他人生的某一段时光，是他那段时光最有代表性的纪念的物件。刚才南京中海业主闹事的那个视频，我想说，你看啊 ，A 股这么多公司大跌，然后甚至还有退市的，为什么老百姓就从来没有人去闹过？但是房价这方面确实大家都非常的情绪化，就是经常会去闹呢。有很简单啊，这个首先 A 股啊，你看 A 股涨跌，大家都已经非常习惯了，每天几乎都在经历，时不时给你来个腰斩啊，已经见惯不怪了。对。所以说，就像一个人，他经常挨揍，他就已经非常抗揍了。这次虽然你看被打骨折退市了哈，但也会觉得属于抗揍的一部分，很正常啊。第二点啊，就是股民很分散，他不可能线下聚集。你就算一个股啊，假如说他要退市了，在股吧里有人就喊2嗓子说啊，咱们去维权，去公司底下维权。真的不会有几个人跑到线下去组织起来，跑到那个公司去维权的。而且你想，这股民天南地北，全国到处哪个省都有。你说你去维权吧，你得去这个公司总部去维权。那别的省份的股民根本就不太可能大老远跑过去。而就因为贴吧一个人什么振臂一呼，就算这个当地的股民估计看一看也就算了。
所以当地城市的股民啊，他都不会去现场维权的。即便真有个别那么1-2个抽风了，真就去了，但就这么几个人也闹不起什么大阵仗，还可能被这公司啊安抚一下就散了。但是业主那可是住在当地啊，那业主吧里面振臂一呼，大家知道啊，那确实是能聚集起来人气的。那大家既然心里有这个底，那就自然就容易聚集，就更容易维权，容易团伙，很容易就把维权能搞起来。第3点啊，就是法律方面，就是关于证券方面有很多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如果你是炒股的人，你要是因为股价跌了或者是退市了，你跑去维权，人家会笑话你的。即便这个公司因为财务造假等等各种违规行为导致退市的，那你也要先等这个证监会出台相应的处罚呀之后，然后你再找律师去维权。但是如果你跑到什么公司楼底下或去堵这个高级管理人员是没啥用的。而且证监会都已经明确做了提醒，在证券公司开户的时候，也让你填相应的问卷调查，评定你是什么等级的投资人，能开什么样的账号，比如融资融券你能不能开啊？你有没有这个抗风险能力啊？就是从头开始已经给你做了各种警告哈。你既然要炒股，就要做好亏损甚至退市的心理准备，这跟买房子可不一样。就没有人就做这种心理准备，说房价要大跌的。买房的时候听到的都是说好，说上涨，没有人在买房的时候听到什么你这个会房价下跌哈，暴跌。第4点就是房价下跌，它是有杠杆效应的。比如你看中海那个房子啊，从3.6万跌到2.2万，这是单价每平米。如果他买了100平米的房子，就意味着跌了140万。如果他当年买房本金只出了100万，贷款260万买这个房子，那现在房价已经不仅把本金跌没了，还倒欠40万，再加上这些年付出的利息，可能总计亏损160万啊，相对于他的100万的本金来说，那还倒欠了60万，这比炒期货爆仓、股票退市这样的血本无归那还要狠啊！所以160万，你看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啊？一个人不吃不喝，年收入15万，这在南京这样的城市绝对是高收入群体了吧？即便是1线城市，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下，也算中等偏高的收入群体了。那扣税之后到手也就是120万，那么160万就意味着不吃不喝不养孩子，没有任何消费的状态下，10几年的收入啊！所以很多人就感慨，这未来的10年的收入，或者说过去10年的积累，都是因为当初买房这个决定沉没进去了。你再从更高的角度看一看，这意味着他10几年的青春岁月呀，人生10几年最宝贵的黄金阶段的时光，都搭在当初买房这么一个决定里去了。那这样往深了想，那种懊悔啊、愤怒啊，就会让很多人就会失去理智了。生而为人啊，它本来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人在地球上有最高的自主权，可以做很多动物不能企及的事情，享受很多动物无法理解的美好和快乐。这都需要什么？需要时间啊！一个人最宝贵的自由是什么？就是时间自由。但是这些买房遭受了巨大亏损的人，恰恰在他们最好的时间、身体最健康、精力最旺盛的这段时间，被折算成货币之后，都亏在这个亏损的房价里面去了。这事儿就不能细想啊，越想越崩溃。所以他们这些行为，一方面你可以说它这是巨婴，不符合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其实也非常值得理解和同情。你看，对比西方发达国家哈，他们同样会遇到房价周期性的下跌和崩盘问题，但是长期看，以美国为例，房价它总是上涨的。美国人在房市上可是像股市一样经历了很多房地产的周期，就不像中国大陆的业主只经历过上升周期，之前几乎从未经历过下行周期，即使有啊，也就那么几年短期的一个下行，之后就是1-2年之后就重拾上升趋势。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说，对于房价下跌他们是见得多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沉淀，总体看房价一直是在上涨的。而且美国关于个人破产的法律方面的规范也比较全面，所以情绪他们总体是比较稳定的。即便像有08年的次贷危机啊，房价暴跌，但是10几年之后啊，这个房价现在已经处于美国历史的最高位了。2008年，美国房价中位数大概是23.2万美元，那个时候正是次贷危机爆发，房价开始下跌的时候。到了2012年，市场触底了，房价中位数就已经回升到24.5万元。从那之后啊，房价就持续上涨。到了2020年的疫情期间，受超低利率和宽松政策的推动，房价中位数飙升到35.6万美元。2022年达到高峰，房价中位数已经突破了42.6万美元了，创了历史新高。现在呢，仍维持在42.6万美元附近的高位。当然呢，有人会认为啊，美国因为是永久产权，土地性质和中国大陆不一样，而且美国许多房产都是 house 嘛，中国大陆是70年或者40年的产权，绝大部分又都是公寓，所以中国的房价很难和美国进行比较。这一点说的没错，但是美国房产税是比较高的呀。各州还不一样哈，从0.3%到2.5%不等。
比如新泽西州房产税2.49%，这就意味着100万美元的房子，每年光是这个税费就要支出2.5万美元左右，非常之高。也就意味着你持有10年之后，这个房价成本就增加了25%啊。但即便如此，你看美国房价还是在不断的上涨啊，核心就是因为货币总量长期看总是在增加的嘛。美元越来越多，那也意味着建筑成本、人工成本、土地价值都随之上涨，那么房价也就自然在不断上涨了哈。那中国大陆的房价也类似啊，虽然有70年或者40年产权的限制，70年产权到期后的处理方式还没有出台系统、全面、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细则，但已经有一些官方表态和个案的一些实践，现在已经有比较明确的态度啊，就是不可能归零或者重新缴纳土地的费用，否则那可就真就天下大乱了。真的。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明确就提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不需申请。多位住建部、自然资源部的官员也在不同场合表示啊，说住宅土地续期不会收取高额费用，公众利益优先，所以大家不用怀疑，这是涉及国本的问题，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化。风险较大的是商业用地，比如什么40年、50年的产权，可能涉及到续期谈判和补缴土地出让金，所以这种公寓啊会比较便宜，大家呢也千万不要去碰哈。其实最困扰业主的就是在房价大幅下跌之后走上法拍。法拍的价格你看又很低嘛，还不足以如果补足剩余的本金，这就导致业主完全承担了房价下跌的亏损，还要补足那个差额。对，银行就会一直追责追到底啊，基本上银行人家没有任何损失，所以房贷业务它一直就是银行最优质的业务之一，坏账率极低。那这么到底公不公平呢？我们来参考看看啊，欧美国家是怎么做的。以美国为例，各州的法律差异比较大。如果发生这个房子拍卖之后仍旧无法全额抵扣本金的情况下，在一些州啊，比如加州、亚利桑那州，贷款人也就是银行不能向借款人追讨差额。在另外一些州，像佛罗里达州啊、纽约州、德州，银行就有权向借款人追偿差额。不过在实际的操作中也普遍比较宽容哈。比如如果金额较小啊，或者是业主申请了破产，那就会达成一个差额豁免协议，被法院豁免追偿这个差额。加拿大和美国类似，大部分的省允许追索差额，少部分不允许。另外，像英法、澳大利亚普遍允许银行去追索这个差额贷款，但程序会比较复杂。借款人呢，也可以通过申请破产来豁免或者减免这个债务。总体看啊，在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个人破产申请的一个制度，类似于中国大陆的征信黑名单哈。那在这些国家呢，申请破产之后，基本上就会被免除这个差额的债务要求。大陆啊，目前还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破产制度，这就意味着没有破产保护机制。也就是说啊，既会上征信的黑名单，也会被要求补足差额，就被双杀。建议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啊，还是应该尽快完善起来，给实在真的没有偿债能力的人一个人生重启的机会。其实这也是社会稳定的一部分。对，你说人家犯啥错了，这么惨？就是投资决策错误啊。那么中国大陆的房价会一直这么长期低迷下去吗？会不会有看到希望的一天？我们后面的节目会继续深入聊这个话题。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